天地昏暗，四野茫茫，这里便是生人止步的阴曹地府。我真的死了吗？这里就是地府。好冷的风，感觉魂魄都要被吹散了。啊！这股气流好沉重。苏凡魂魄虚弱，刚入鬼门关便差点被这浓烈鬼气吹散。现在的生魂真是越来越弱了。哼！虚成这样还敢这么折腾？他在说什么？折腾？折腾？靠！弄错了，那不是我。不是你，你可叫苏凡？名字是对的，但这死法不对劲。是，但我是被车撞死的。妈呀，这张脸太吓人了，跟恐怖片里一模一样。别废话，快点走！你他娘的别落在我手里，这鞭子真是疼死爹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彼岸花吗？竟然这么多！放肆！本皇子乃大黎龙翼，你们竟敢如此对我！闭嘴！你已经死了，现在什么都不是。何必呢？到了这里，再骄横也没用，安分些吧。这长袍，我到底是死了还是穿越了？怎么全是古人？难道我回到了古代？前面就是凡都城，若不想魂飞魄散，再无投胎机会，进城之后都老实点儿。这就是地府的官威吗？好大的城，简直像一只活着的巨兽。这就是还都城，感觉有一尊鬼帝在盯着我，不能盯着看，快走！活下去才是关键。入城受审，罪大恶极者必经油锅火海之刑。入了这阴曹地府，竟还想逃？阳间三世作恶行善皆有你，阴曹地府放过谁？真的会魂飞魄散？我这辈子也没干啥坏事，偷看洗澡，判官应该没那么小气吧？提前告诉你们，免得进城后冲撞了判官大人，让我等工作不到位。是，大人说的对，我们一定守规矩。这小子倒还算机灵。360丝，这每天得判多少鬼啊？又来了一笔不安分的。万一真把我判进畜生道，我找谁说理去啊？得想个法子和这位差大哥套套近乎。靠，原来传说都是真的。万一把我判入畜生道就完了，这种感觉，难道是金手指？检测到素已经进入地府，系统激活。我真的是穿越了。任务目标：激励鬼差工作动力，维护天地阴阳平衡。不死之身，这就是让我在这地府横着走的资本吗？勾魂可得进化点，看来这是要我走职业路线啊。幽魂是最低等级吗？必须得尽快提升。能不能说的简单明了些？这系统怎么没个智能语音？难道没有说明书吗？看来这系统还是个高冷货，全得靠自己摸索。成为勾魂鬼差才能维护平衡，可我一个心死的小鬼，谁理我啊？在这地府举目无亲，想要留下来当差，必须得找个门路。这不死之身应该不会让我轻易消散，既然反抗不了，就得想办法上位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鬼的。这位鬼差大人，我观你英俊神武，头结峥嵘，生前必然是那顶天立地的大人物吧？你这小鬼倒是会说话，当真是有几分眼力劲儿。想当年，本差在阳间确实是个不小的人物。看来这招拍马屁在哪儿都管用。哪曾想当年封神大战，阐教一位弟子的坐骑迷了眼，竟然一脚把我踩死了。被坐骑踩死，这死法也太憋屈了点吧？但纵然如此又如何？进入这阴间之后，老子不还是当上了鬼差？敢问大人，当年杨氏之事是何官职？黑风寨寨主。去，打听那么多干什么？你马上就要被审判了，说不定就进了畜生道了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你才进畜生道，你全家都进畜生道。等我当上鬼差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刚才那鬼差提到了封神大战，封神之后这就是洪荒。若按时间线推算，封神亮劫之后不就是西游亮劫吗？难道这竟然是西游前后的世界？这地府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啊！既然有系统在手，我也要在这地府谋得一席之地。分都城内阴气缭绕，往来阴灵步履匆匆，地府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。
这年头我地府算是彻底废了，天地人三界就属我地府地位最低，谁都想踩一脚，谁说不是嘛？自从被天庭收编之后，我地府哪还有自主权？这个魂不能勾，那个魂不能勾，这地府威严何在？封神，封到最后，整个洪荒都成了神佛，只有我地府之人成了鬼。想我巫族当年何等辉煌，现在竟然被当做了鬼，实在憋屈啊！嘘，小声点，这话若是传到天庭，恐怕又要治我地府的罪了。哼，怕什么？现在连人间界的阿猫阿狗都敢跳出来伤我地府鬼差了。咦，前方不就是我勾魂司鬼差吗？这次带回来不少亡魂，过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这出阳叉动不动就形神俱灭，风险实在高。苏凡就在这些亡魂之中，命运的转折即将开启。怎么停了？这就是地府的鬼将吗？见过两位鬼将大人。本将乃八爷座下陆刚，奉命前来招几位实力不错的亡魂，填充勾魂司空缺。你这儿可有合适的？系统加分，突破之阴兵，成了。这种感觉就是魂力吗？现在应该能入这鬼将的法眼了。来吧，地府鬼差，我当定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康。头顶神光，气韵笼罩，确实是个有功德的人。不错，一生正直。你愿意在地府当鬼差，还是愿意进入轮回转世重生？杨氏疾苦，我不愿再回去。既然如此，今后你便是我地府勾魂司鬼差，又得一员良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气息浑浊恶心，好一个恶贯满盈之徒！地府不收此等货色！孽障，枉为人！不，你不能这样！我爹说已经托人打点好了。此人不必入审判司了，直接拉进惩恶司严惩，然后扔进畜生道。不要啊！我爹是……放肆！你爹是谁？都是你们这些毒瘤才将地府弄得乌烟瘴气。阳间三世作恶成善皆有你，阴曹地府放过谁？这陆将军倒是个真汉子。接下来看那个小子了，他的魂体倒很结实。阴曹地府终究也是看人情世故的地方嘛。这小子似乎有些定力，且看看他的生平。见过将军。希望能选个得力的差人。糟了，原主的记忆要被翻出来了。好酒，再来3杯。哼，竟然只会纵欲享乐的纨绔子侄，这也太尴尬了，简直是社死现场。今晚不醉不归，张夫人收下吧，这点银子够你们生活一阵了。虽然是帮人，但这方式也太容易让人误会了。竟然是喝醉后喜极而亡，真是奇才。这家伙竟然死得这么风流！这具身体的原主真是个极品，我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。此人虽然喜好享乐，但心思倒也并不歹毒。你这小辈生平倒真是多姿多彩，无大恶，但如此行径，是否该去惩恶司洗练一番？去惩恶司就完了，我得赶紧想办法留下。实力倒是不错，勾魂司正缺人手，若是惩戒坏了魂体，反而可惜。大人，请听小的一言。大人，我那是无奈之举，女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若平白给钱，他们定不会接受。我这是在帮他们渡过难关啊！哼哼，你说的也有点道理。既然不是大奸大恶，便算你过了，入我勾魂33司吧，苏凡。终于，这一关算是闯过去了。这一关总算过去了，差点以为要被拉去受刑。勾魂司，这就是以后要待的地方吗？竟然如此广阔。地府10大阴帅，看来我以后就是给他们打工了。得想办法赶紧立功变强。我的钱，我的家全没了，惨，实在是惨啊！我这辈子算是毁在冲动上了。看你罪孽镜映照的情况，确实惨了。想起仇人花着我的钱陪着我的娘娘，我就憋屈无比。这大哥怨气确实重。兄弟，你当时太冲动了，你应该告到衙门去，将他弄进大牢，回头再休了你妻子，那才叫解恨。兄弟好计谋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唉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人都死了。当时还是太冲动了，希望这老哥能想开点。此乃勾魂司重地，不得喧哗。都别聊了，马上就要到33司了，都给我注意点。这里的气场比外面强太多了。这里是勾魂的起点，也是你们宿命的归宿。入殿。这水比冰块还冷，感觉灵魂都要被冻结了。想让我变黑，没门。系统给的力量正好拿来过滤杂质，
看那小子还想抗拒洗魂池的恩赐，真是个愣头青。成了，这魂体凝实多了。这小子什么来头？刚成鬼魂就有鬼兵实力了，竟然过滤了洗魂池中的污垢。哼！大哥，这小子是不是傻？塑造魂体不掺点污垢，出来白白净净的，一点都不像鬼，怎么镇得住人？也许是爱干净吧。你说他这细皮嫩肉的，能适应鬼差生活吗？白的跟阳间人似的，真怪。怎么变得比木炭还黑？这地府的审美这么独特吗？大家都成了黑炭头，这下回了阳关，谁还认得出我啊？呼，差点就被染黑了，还好老子有机遇。好像表现得太突出了点儿。苏凡，我们都这么黑，你为什么这么白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前世体质特殊，神魂自带清润之气吧。体质特殊？我生前吃这么多苦，咋没这体质呢？好了好了，洗完了就赶紧回去交差。原来体质特殊还有这功效，我怎么就没有呢？别看了，老哥，再看我也没法教你接济别人的秘诀。列队肃静，陆将马上就到。洗魂池这关过了，接下来该正式入职，去阳间勾魂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弄这么细嫩的魂体干什么？出阳差的时候用黑泥巴在身上涂抹一下，别整得跟个白面胡蒸似的。是，卑职明白。好了，今日不用出差，先去领令牌和住处吧。这就是我的新家了。地府鬼兵都住这种地方吗？虽然简陋，但至少有个落脚点。既来之，则安之吧。开始我的鬼差生涯。这棺材就是我的床了。这些坛子是做什么用的？地府的特产。先清点一下勾魂司领的东西：令牌、手册，还有勾魂锁。这就是勾魂令牌，地府的意志。这股使命感，仿佛承载了阴阳平衡的责任。融合了这面令牌，我就算是真正的地府勾魂鬼差了。既然如此，这地府的规矩得由我来重新书写。姓名苏凡，境界鬼兵，天赋不死之身，真灵不灭。想要变强，就得去勾魂，靠摸鱼是没前途的，实力才是根本。明日就开始，不能再等了。这地府的现状就由我来打破。想要躺平都不行啊，不勾魂就没有进化点，境界就没法提升。今日在魂孤城看那些鬼差都在摸鱼，但我这实力不允许我低调啊。地府气运凝聚而成的魂体，确实比生前强大太多。明日便开始勾魂，这西罗县的亡魂一个也别想跑。鬼差勾魂第一则，安全为主，万不可与洋人硬拼。这鬼差难道这么弱，动不动就魂飞魄散？地府的威严在哪儿？按照陆刚说的，鬼兵级别足以镇压凡间。看来是现在大环境变了，到处是散仙。只要我变强的够快，谁敢让我魂飞魄散？背景深厚不勾，难道有背景就能不死了？地府什么时候成了这副德行？算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先看看我管辖的2县13镇，这么多红色的名字，积压了这么久，上一任鬼差到底摸了多少鱼？这些可都是我变强的进化点，一个都不能留。这些红色名字就是命数已尽之人吗？竟然这么多！崔府军分发下来的小生死簿，原来是为了方便我们这些底层鬼差勾魂。2县13镇，全归我一个人管。红色代表命数已尽，看来这地府堆积的任务不少啊！这就是我变强的机会。如果不及时勾魂，这些生魂就会变成孤魂野鬼，甚至化作恶鬼。修行需要进化点，而勾魂就是获取进化点的唯一途径。积攒了这么多生魂，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座金矿。明天就开始勾魂，尽快强大起来，在这个世界立足，只有变强才能改变现状。怎么回事？成了鬼之后竟然还会感觉到饿？这坛子里装的是什么？感觉很有诱惑力。这就是陆刚提到的黑泥巴吗？看着很恶心，但身体却渴望的要命。难道鬼差的食物就是这个？算了，我是人，怎么能吃泥巴呢？好饿，这种感觉比死还难受。陆刚说鬼差不吃这个也不会死，但会一直有饥饿感。阴间没有昼夜，这血月落下就是休息的时候。受不了了！这味道居然不难吃，还带着点清甜。这种感觉，魂体在飞速变强。这黑泥里竟藏着如此纯粹的阴属性灵力，绝了！原来这就是鬼差专属的进阶补品，力量正在觉醒。地府的工作又要开始了。今天就是第1天出阳差。苏兄弟，苏兄弟，等等我，走这么快干嘛去？是昨天那个罗老哥。罗老哥，你也住这儿啊？真是巧了。什么居所？太难听了，这叫阴宅。咱们现在是鬼，得习惯鬼的称呼。罗老哥，我们现在成了勾魂鬼差，职责就是勾魂。我正准备去阳间执行任务呢。去阳间勾魂？苏兄弟，你听老哥哥一句劝，别这么着急。他在担心什么？兄弟，我看你是个实在人，但这勾魂司的水深着呢，大家都在摸鱼。你要是干得太卖力，把任务都提前干完了，你让那些老人怎么办？我干我的，他们干他们的，
这有什么冲突吗？这就是鬼性。我活着的时候，手下有个太勤快的伙计，结果最后被孤立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别人干1天的活，他半天就干完了，他觉得自己很厉害，但在其他人眼里，他是在逼大家卖命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提高整体效率，掌柜的应该很喜欢啊。我是喜欢呀，效率上去了，我赚的钱也多了。但是他的存响了别人的心情。一个优秀的团队需要和谐，他太优秀了，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。这小子还没开操，所以我把他开了。为何？他不是干活最努力的那个吗？兄弟，听老哥一句，为了大家的工时和心情，他必须走。在这勾魂司也一样，嘿嘿，不要让老人难做，他们怎么磨洋工，你就怎么磨。这就是地府衰落的原因吗？罗老哥，那如果这个新伙计一开始就跟着那些老伙计一起摸鱼，你会怎么办？他敢，刚来就敢摸鱼，我立刻就让他滚蛋。多谢罗老哥提醒，我明白了。哎，我也得去勾魂了，做鬼真难啊。我的进化点，我来了。我明白了，多谢罗老哥提醒。每个人都在奔波，不管是人是鬼。地府虽冷，但苏凡心中却有一团火，那是渴望变强的火焰。真炙热啊，怪不得都不愿出来，这感觉就像钻进了炼丹炉。区区困难，可难不倒我。地府的现状，就从我这里开始改变吧。这么多人命数已尽却未归位，这西罗县的上一任鬼差得有多懒？几百个亡魂滞留人间，若都化作厉鬼，这方土地哪还有太平日子？大量的滞留亡魂意味着阴阳失衡。苏凡意识到任务的艰巨，这里阴气极重，看来不少生魂就在这附近徘徊。前方似乎有动静。身为鬼兵，他能感应到100米内生魂的颤距。儿啊，他们说这个时候能听见，你回来吃口东西吧。为娘心疼啊！你托梦说又冷又饿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生者悲痛，死者难安，死者微动容。这一幕让苏凡微微动容。娘，你别哭，这是儿子的命，改不了的。算命的说你命苦，为娘却没能帮你续上命。孩子，你快去投胎吧。虽然近在咫尺，两人却像隔着2个世界。娘，我也想走，可我找不到去阴间的路啊！那勾魂的鬼差怎么还不来接你？难道死了还要受苦吗？我都死3个月了，地府为什么不要我？李相昂，你是谁？我来带你上路。你怎么现在才来？这也太不敬业了吧！我等了整整3个月，从地府到青阳镇需要3个月时间吗？啊！放肆！地府鬼差面前岂容你无礼？鬼差大人息怒，小的知错。念你初犯，便不计较你的过错，与你母亲告个别吧。大人，我母亲她看不到我。开。儿子，娘，我就要跟着鬼差大人进入地府了，您保重。孩子别瞎说，娘都60了，鬼差大人辛苦您了。我这边有点土特产，你要不要带点儿？不必了，因律规定，地府鬼差不得拿阳间1针1线。鬼差大人真是清廉啊，您一路走好。娘，走吧，大人带老婆子向阎王问好啊。我也没见过阎王。大人，我们不是去阴间吗？还早，这青阳镇还有一些亡魂没有勾走。王秀英、张老九、陈博文、赵小武，都是些命数不好的年轻人。这些鬼差真是欠收拾。这些积压的名字，一个都跑不掉。这些名字你都认识吗？那张老九比我死的还早，他的魂也没去地府吗？得先把那些还没离体的勾走。命数已近月余，竟然还强撑着，这肉身已经油尽灯枯了。这就是所谓的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吗？谁来带我走？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爹，您就安心去吧，别再折磨自己了。郎中都说了多少次了，这口气怎么就是断不了？难道是阴间没到时候？爹，您看看弟弟妹妹们，都在这里守了1个月了，家里米缸都空了，孩子们还等着吃饭，
您别这么折磨自己了。若是孩儿有什么做的不好的，您就在梦里责罚孩儿吧。爹，求您了。阳间的舐犊之情虽让人动容，但阴阳有规，绝不能破。再晚勾走，这一家子的阳寿都要被耗没了。吴悲催，你这一世的苦，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勾魂启动。吴悲催，我来带你上路。这苦日子总算到头了嘛。唉，是为父拖累了你们。大人，您可来了，我等您等得好苦啊。本差带你入地府。爹咽气儿了，爹咽气儿了！哎呀，我的那个爹呀！您就这么走了？人家都还有爹，我没有爹了。阳间百态，莫过于此。1个月的时间，早已将他们的悲情冲淡，眼泪不过是挤出的2滴。逆子，欺杀我也！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况且我这种活死人罢了。吴二大爷，节哀。我又没死爹，我节哀个啥？你小子不早就死了吗？怎么还没投胎？老汉我精明，鬼差不来我不死，免得成了孤魂野鬼。嗨，一言难尽，找不到鬼门门的路啊。 5个生魂，今日的任务算是齐了。姓名苏凡，境界鬼兵，进化点5，勾魂5人，刚好5点进化点，诚不我欺。只要不停勾魂，成圣也指日可待。地府，我回来了。这鬼头们的威压还是让人心颤。接下来就是去勾魂司报备了。魂魄勾回，需先送往勾魂司登记，再转审判司。这一步跨出，生前恩怨尽散。这些人看我的眼神怎么怪怪的？兄弟挺能干啊，好好干，说不定过2日就能当上分司司君了。老兄抬举了，我只是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。看什么看？赶紧走！进城后别乱看，先登记。生前作孽的还得去惩恶司。鬼爷，那油炸是2面金黄吗？您炸过吗？我哪知道金不金黄，我也是第1天上班。少废话，跟紧了。总算到了。这个新人，竟然一次勾回5个，哼哼，原来是那个特殊爱好的苏凡，有点意思。参见司君，任务完成。苏凡，你怎么勾这么多？我说的话你都没记在心里吗？你看看这些家伙，那眼神是不是能杀了你？你这是在砸大家的饭碗啊！我凭本事拿进化点，你们摆烂关我什么事？新人的进去，让这些老油子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这小鬼哪儿来的？懂不懂规矩？1个人顶5个人的活，咱们以后还怎么摸鱼？他这么干就是在砸咱们饭碗，不能让他这么坏了风气。这群懒散的家伙既然容不下我，那就让他们彻底麻木吧。有意思，看看这小子能掀起多大风浪。司君，这是5位亡魂的报备单。5个，小伙子很好嘛，很有前途，继续努力。多谢司君夸奖，属下分内之事。这就勾得上司君了。看看你们，再看看苏凡，人家第1天当差就勾回5个，你们这些老油条呢？当了这么多年鬼差，一共勾回来多少？以后都给我向苏凡学习。司君爷啊，您这拉仇恨的本事真是比我还厉害。高调的表现注定要引来黑暗中的窥探。司君，属下刚成鬼差，还没有鬼修功法和术法，请问去哪儿领啊？不慌，等你适应了工作，自然会发。之前不少亡魂当了2天就受不了，跑去投胎了。司君放心，我已经彻底适应了，还请尽快分发。属下想更高效的为地府效力。幽冥经，鬼神奇哉，收好了。姓名苏凡，功法幽冥经未入门。原来系统面板连这也能记录，还能用进化点提升。多谢司君赐法，这下好了，只要努力勾魂，就能快速变强。这鬼神奇哉是上等术法，我司没人练成过，你切莫贪功冒进。属下明白，定会小心修行。先回住处研究研究。别说，这地府的黑泥巴味道还真香，比阳间的山珍海味强多了。明日的目标，青阳镇，这几个魂一个都跑不掉。消耗1点进化点，鬼神奇哉第1载成。血月之下，地府最卷的鬼差正在飞速变强。这新来的太卷了，半个月勾了近100个魂，这混蛋再这么勾下去，咱们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今晚去他住处，让他懂懂33司的规矩。这些鬼真是太不友好了。鬼煞境界终于到了，半个月的疯狂工作值了。有了这实力，在33司也算个人物了。
但还不够，我还要更强。虽然难看，但这味道真是绝了。鬼神七灾二灾，专门针对灵魂，阳间天仙也难防。等我练成七灾，这地府大可去的。该休息了，明天还得接着勾魂。罗青、陈康，你们这么晚来做什么？这里说话不安全，进你坟地里说。希望还来得及。苏凡，你赶紧避避吧。乔通和方舟今晚要来找你麻烦。那些老油条手段阴毒，你一个新人斗不过他们的，快走！怕什么？我也是鬼，大不了鬼见鬼，谁怕谁啊？苏哥，你要是不走，我留下来陪你。他们敢乱来，我跟他们拼了！放心，我没做亏心事，没必要躲着这些见不得光的家伙。唉，你真是太固执了，自求多福吧。不用不用，明天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就行。快走吧。这些兄弟倒也仗义，不过今晚的主角是我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们这些老油条有什么本事。几位大哥，深夜到访，是路过吗？苏凡，少装蒜！今天我们哥几个是来教你33四规矩的。规矩不仅仅是音律，还有我们这些老人定下的风气。哦，什么规矩？我倒是愿闻其详。你一天勾5个，带歪了整个司的风气，害得我们现在都要累死累活。2个魂就喊累，若不是上面有限制，我一天能勾10个。你这小鬼简直疯了！一天勾100个，也就那点俸禄，你图什么？我图升官，图掌心，图这天下阴阳平衡，你管得着吗？拳头会教你如何做一个听话的鬼差。鬼神一灾，这是地府术法，鬼神一灾的威力。一灾，就这种程度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，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鬼神之威。鬼神2灾，灭！不，救命！鬼煞境界，竟然是鬼煞！半个月，他怎么可能修炼到这种程度？苏兄弟大人有大量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这就走，这就走。等等，我让你们走了吗？新来的司军果然是个狠角色。本司军还没发过俸禄，比较缺功德，诸位不打算资助一点吗？功德是地府的万能货币，没人不想要。苏兄弟，哦不，苏大爷，这是100功德，您拿好。1000多点功德，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这种好人善事，希望你们以后多来找我做做。唉，像这种懂规矩的朋友，真该多来几个。接下来就是你了，青阳镇的小霸王。恶人有恶报，地府勾魂人说了算。这味道竟然出奇的好。张老九找不到，那便先收了这个恶霸赵小五吧。是时候活动活动筋骨了。阳间3世作恶，地府何时放过？走着。那是苏凡，快走快走！我有那么可怕吗？兄弟，你竟然没事？现在司里都传遍了，说你是恶灵转世呢。我竟然变得这么恐怖了，那倒也省了不少麻烦。你还是小心点，乔通他们可不会善罢甘休。随他们去吧。这四周的阴气不对劲，这些魂魄上还有阳气，是枉死鬼。哭什么？死了便死了，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有什么好哭的？虽是枉死，但逗留阳间也不是长久之计。地府鬼差办案，尔等还不快快如实招来？既然已经枉死，为何不去城隍庙报道，在那儿逗留作甚？官爷，我们也想去啊，可城隍庙那位爷去听请了，没手令，我们这些孤魂野鬼哪进得去啊？这城隍爷日子过得倒是滋润，都成土皇帝了。哼，既然如此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诉冤的，一并说了吧。官爷做主啊！那恶道人挖我脑子，吸我精元，死都不让我安生啊！地府不管阳间罪，但若是出了阴律，我便管得。吸骨髓挖脑子，地府的差事竟被人钻了这种空子，那恶道在为谁续命？好个赵小五，名字都红成这样了，还没下来报道。哼，赵小五，这名字在本差这儿可是挂了号的，逆天续命，我倒要看看谁能从我手里抢人。在此等候，本差去就回。肉身生机在后，也藏不住那腐臭的魂魄。地府积弱已久，阳间小鬼竟然也敢如此放肆。不管是道人还是恶霸，按阴律都得死。赵小五，你的时辰到了。老天保佑，千万别让小五出事啊！李上人，只要能救犬子一命，赵家愿散尽身财。赵员外莫急，贫道既然来了，
地府的小鬼便不敢造次。地府如今摆烂成风，糊弄几个小鬼又有何难？只要给足了好处，鬼差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上人教我该如何准备这买命钱。身体空了不怕，只要生机不灭，灵魂就永远走不掉。这种进法，也就是欺负那些傻鬼差。吸人髓补精元，这法子最快也最稳。这不是要杀人吗？若被官府发现，有贫道坐镇，这青阳镇谁能发现？还是你想让小五现在就咽气？为了小五，杀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？去找那些流浪的壮汉，花多少钱都行，只要带回府里。只要能救回儿子，我也能成佛成魔。小五，爹一定会让你活下去，谁来都带不走你。这一天终于开始了，这份道果我一定要摘到手。上人，人已经带到了，就在后院关着。很好，因果循环。此番之后，你我互不相欠，天仙之路就在眼前。什么地府鬼差，还不是被我爹打发了？少爷，您看前方那小妞，长得真是不赖。嘿嘿嘿嘿嘿，果然是极品，这种乡下货色最是有滋味。走，跟小爷去打个招呼。这腿，这腰，嘿嘿，够玩几天了。赵公子，有什么事吗？哎呦！弄脏了小爷的衣服，你们赔得起吗？看你们怎么逃出我的手心！少爷，小人该死，我给您擦干净，您别生气。老东西，你这脏手也敢碰小爷的衣服，找死！少爷开恩呐！这就是不识抬举的下场。长得真俏，去府里给我当个通房丫头，这事儿就算结了。求求你放了我，赵公子，放过我吧！小兰，畜生！放开我女儿！哼，不愿意，那就赔我80两银子，赔不起就跟我走。李爷，100两，我们就是卖儿卖女也凑不出来呀！求您饶了我们。凑出来？那你家丫头就只能进我李府当丫鬟抵债了。公理何在？苍天有眼，救救我们呀！这黄石镇，我李霸天就是王法，给我打，让他长长记性，知道什么是王法。爹，救我，放开我！哼，这下清静了，带回去好好享受。报应这就到了，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真是可悲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这感觉……赵小母，你的寿命我来收了。谁在说话？散。我还不能死。死了？他竟然就这样死了？少爷，快醒醒！少爷没气儿了！快走，老天爷收他了！快走！我在这里，你们看我一眼，看我一眼啊！回来！混蛋，把我带回去！李道长不是说我能长命百岁吗？救命！爹娘，小五在这里啊！快救救我！这一定是梦，只要醒了，我就能回赵府继续当少爷。啊！谁在那里？孽障，哪里跑？赵小五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的账该清算了。饶命！官爷饶命！饶命！坏了规矩，害了人性命，还想求饶？跟我回地府受审吧，该上路了。官爷，您早说啊！我昨天早就给您准备好东西了，这就随我回府去取。他竟以为地府的差是可以用金银买通的。快，随我回府，包您满意。那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宝贝，寻常鬼差见都没见过。只要您放过我，都是您的。阳间的宝物到了阴间不过是废铜烂铁，这货是真傻。官爷，当差不就是为了图财吗？跟着我爹，保你日后享清福。我图的是你的命。废话真多，上路吧。怎么会？他不爱财，为什么？钱财，那也得你有命花才行。没人能坏了规矩。这边是带那张老汉抽的。官爷饶命！别打了，我把赵家产业全给您。哼，这些脏钱，到了阎王殿去说吧。阳间的孽，阴界还。祸害1000年，在我这儿活不过今晚。为什么？他们都在笑。看清楚了吗？
这就是你的王法。下一个轮到谁了？乡亲们，祸害死了！今日茶水管够。老天爷开眼呐！那恶霸总算是遭了报应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刘兄，今日真是大喜，必须喝几杯。怡红院也白嫖了，今日真是青阳镇最美的一天。终于能安生过日子了。阴阳有律，因果不守。刘兄，今日真是大喜，必须喝几杯。怡红院也白嫖了，今日真是青阳镇最美的一天。终于能安生过日子了。阴阳有律，因果不守。这补品吃得老夫燥热，一定能再生个儿子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叫什么叫？坏了老夫的好事！你们想死吗？噩耗降临！狗东西，抬具尸体回来干什么？真他娘的晦气！老爷，那是小五的衣服，公子呢？老爷，这就是公子啊！赵家唯一的独苗断了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！老爷，快请上人，快去请李道长！整个赵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，赵家要翻天了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为娘命苦啊！到底是谁害了你？是谁？我要他偿命！丧子之痛让这贵妇人彻底疯狂，命数已定，强求不得。不知道，我儿子都死了，你们凭什么还活着？夫人恕罪，公子是突然倒下的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啊！他的愤怒无处宣泄，只想让所有人陪葬。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肉身完好，灵魂没了，是勾魂。李道长，我儿还有救吗？那阴阳镜为什么没用啊？看来是有人想逆天而行。李道长，您可是仙人子弟，求您去把小五的魂带回来吧。既然对方还没走远，本座便走一趟，将令郎的魂讨要回来。为了因果，也为了尊严，他决定挑战地府规则。好，多谢李兄。这是祖上留下的老物件，请李兄笑纳，务必带回小五。此事了结，你我因果互不相欠。地仙传人御风而行，直追阴司，这是赵家最后的希望。地府鬼差分为鬼兵、鬼煞、鬼将，实力各不相同。寻常鬼兵即有地仙战力，而李道真自是名门，并无畏惧。区阴鬼，也敢与本座争锋？冲突即将爆发！救命啊！鬼爷救命啊！你们的怨气该消了。生前吸人骨髓，死后必遭反噬，麻烦找上门了。大家皆是修道之人，可否给个薄面？你是想来结魂？说，救命啊！弄死这个小伙儿！死到临头还不自知。小鬼，识相的快把爷放了！我叔可是仙人弟子。闭嘴！这是一点薄礼，放他一条生路，对你我都好。地府勾魂，从不交易。何必这么轴？这些东西比你的俸禄珍贵万倍。哼，赵小五寿元已尽，应当魂归地府。你敢阻拦？李叔，救我！这鬼差是疯子！谈判破裂。小鬼站住！今日不留下魂魄，你走不了。按阴律，阻碍勾魂者斩。这气息竟然不是普通的鬼兵。地府之威，不容亵渎。本座乃雪花洞仙人弟子，你个阴司小鬼，莫要自误。雪花洞，没听过。冥顽不灵，那本座便替你家大人教训教训你。战火一触即发，以此保境镇你，看你如何嚣张！叔，怪杖照死他，照得他魂飞魄散。阳间的破烂玩意儿，也想震我？地府鬼煞，洗去凡光，受死吧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，跪下！
这是地府秩序与阳间修者的首次对撞，实力的天平瞬间倾斜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法宝！鬼神一灾，灭你元神。你不是鬼兵，你是天仙境界。越阶击杀，只在指尖。仙门重宝，不堪一击。饶命！音律之下，众生平等。斩！死亡已不可逆转，一代地仙弟子就此陨落。鬼爷，祖宗，我知道错了，放我投胎吧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地府威严重塑于此，阳间修者不过尔尔。跟上，地府审判正等着你。他不是在勾魂，他是在重整阴阳。下一站，鬼门关。欢迎师兄归来。 5个魂，1个不少，距离变强又近了一步。地府的传奇才刚刚开始。苏凡，你做得很不错，入职首日便有如此效率。多谢司君夸奖，卑职只是尽本分而已。很快，几道亡魂登记完毕，苏凡领着他们前往审判司。鬼爷，我会有什么处罚？以你的罪行，油炸八蒲、刀山火海，恐怕都要走一遍。 不，饶命啊！该勾的都勾了，但那个张老九的魂到底去哪儿了？明日便专门寻找张老九的魂。他回到自己的坟地，查看起这些日子的收获。每天5个魂，提升到鬼将境界竟然要大半年，好慢啊！进化点还是不够，必须更努力才行。为了实力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烦恼。这种心悸的感觉，难道是徒儿出事了？ 李道真命登不稳，绝非小事。为了这唯一的传人，他不惜代价的培养，绝不能出差错。雪花真人身形一闪，消失在洞府之中。赵府竟然如此祥和，这气氛太不对劲了。明明死气缠身，为何这些人还在欢笑？仙人降临，凡人接近。赵老汉何在？仙人，真的是仙人降临了！ 赵匡见过上人，上人救命啊！我那弟子李道真何在？快说！小儿被勾了魂，李真人去追魂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徒儿，我的徒儿啊！肉身完好，但生机已绝。雪花真人大惊失色：是谁？到底是谁杀了我徒儿？几十年的心血，一朝丧尽。 他怎能不恨？这天仙之梦，竟然就这样碎了！不管你是谁，我也要让你魂飞魄散！雪花真人的复仇之心已经点燃，哪怕只有一丝因果，我也要将你揪出来。什么情况？竟然推演不出？难道那鬼差有大能遮掩天机？看来只能找本地的土地神了。小仙雪花见过土地神。 请指点弟子死因。你的徒弟是被一位鬼差所杀，那鬼差长什么样？现在何处？看不清，他似乎来头不小，天机被遮掩了，连土地神都看不清，这鬼差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无论他有什么后台，毁我一生心血，绝不罢休。为了报仇，他决定向阐教门人徐弘求助。徐弘道友，我有重宝相赠，速来一见。他在等一个能帮他翻盘的人。徐弘，阐教门人，终于到了。只要他肯出手，那鬼差必死无疑。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笼罩了山顶。上清仙门果然名不虚传。凌晨仙长驾临寒舍，贫道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玄机道长，何事相召？竟以千年朱果为引，一场针对墨神的阴谋。 在寂静的山顶悄然滋生。若非为了那雪莲，本座岂会来这穷山僻壤？道友，我唯一的弟子被地府鬼差杀了，请道友为老朽做主。地府鬼差，他们一向懒散，竟敢动你的人，看来这地府最近不太平。这就是天仙手段吗？我若能得此道果，你想让我出手斩了他？是，
我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地府也有我熟悉的人，这件事不难办。这可是我3万年的珍藏啊！道友放心，此事过后，你我因果两清。1个月后，等我消息。交易达成，雪花真人陷入了漫长的等待。勾魂之路，任重而道远，一刻也不可停歇。装什么清高？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吗？苏凡的名声在33司越来越响，他踏上前往西罗县的道路。1个月了，整个西罗县都跑遍了，张老九到底在哪儿？难道他已经化成了恶鬼，逃出了我的管辖区？天涯海角，我也要将你抓回来。执着勾魂的他，面临着第一个真正的难题。1个月来，终于积攒了这么多能量，他已从普通的幽魂进化到了鬼煞层次。这些进化点，应该能让我再进一步。实力才是地府生存的根本。为了活命，阳间之人什么都敢做，但我绝不手软。哪怕境界暂时无法大幅提升，术法威力也必须更强。以此术，当可斩妖除魔。他再次为了变强而消耗了积蓄，消耗100进化点，术法再上一层楼。现在的他，已经拥有了威胁鬼将的杀招。不错，威力比之前提升了数倍。阻我勾魂者，这就是下场。这一指足以让任何心怀不轨的人丧胆。若修为达到准圣，哪怕是玉帝佛祖，我也敢勾。众生皆在生死簿中，谁能跳出轮回？他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。时间已到，约定的援军尚未出现。虚红道友，你说的那位地府朋友真的会来吗？寒屠司君言出必行，别在这里失了仙杀风度。这一场博弈，不知谁胜谁负。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老农，引起了2人的注意。这就是地府的大人物，虚红道友没开玩笑吧？莫要以貌取人，他来了。那是来自幽冥的恐怖气息。寒屠道友，久违了。好可怕的气息，这就是鬼将的威压吗？这位便是地府19司君寒屠道友。找本司君所谓何事？怎么，本司君这副模样吓到你了？这种鬼上身的手段，让雪花真人心中发寒。只要有利可图，这些家伙比任何人都好控制。又是一个贪得无厌的阳间修士。寒屠道友，这是上次帮我改命格的余款，请收好。还是徐红道友爽快，咱们地府的日子苦啊，就缺这些稀罕物。地府与仙界的私下交易远超凡人想象，阴谋终于要进入正题了。另外，这位朋友有桩私事，想请寒屠道友行个方便。改生死簿的事，本座可不干，那是掉脑袋的买卖。不是改命，只是想让您帮我杀一个小鬼差。杀同僚，这可有意思多了。韩道友，只要你能帮我除掉那个叫苏凡的小鬼，我有师门秘宝相赠。无故打杀同僚，那可是触犯阴律的大罪啊！在这阳间消失1、2个小鬼，谁会知道？为了复仇，雪花真人不惜一切代价。任务达成，寒屠的灵魂已悄然离去。7日后，等我消息。为了死无对证，他彻底抹去了这个凡人的存在。苏凡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苏凡这小子勾魂从不马虎，真是个可造之材。每一个魂魄都对应着进化点，绝对不能漏掉。现在地府人心不稳，像你这样恪尽职守的鬼吹真是不多了。司君爷没有赞了，卑职只是按律办事，维护地府威严。天庭与佛门步步紧逼，地府兄弟们都寒了心。那些人只顾着抢功劳，谁还在意我们地府这些卖命的兄弟？摆烂的人越来越多，看不到希望啊！苏凡，等时机成熟，我得去长司那儿给你取个位子。地府深处，有人正试图在废墟中重塑秩序。司君爷，西罗县的亡魂已基本清剿完毕，唯独那张老九始终不见踪影。生魂找不到了，可能是躲在哪个角落，或者已经自灭了。何必如此较真？其名在册，便是卑请司君爷准许我调阅权限，查其所在。你这性子，罢了，本司便帮你查查这最后的一魂。不管在哪儿，我都得把你找回来。张老九的名字红得发紫，情况极其反常。不好，这张老九已经化成了恶鬼，竟流窜到平安县作乱去了。厉鬼，难怪在西罗县感知不到他的气息，竟然跨了界。出了我的辖区，又化作恶鬼伤人，这事儿已经不是简单的勾魂了，得请巡查司出面。巡查司吗？
我随您一起去。你带着令牌先走，不，还是本司亲自带你去走一遭。平安县路远，那些游神性子傲慢，没我领着，你怕是进不去大门。谢司君爷提点，卑职只是想快拿住那恶鬼，免得他在阳间伤人。苏凡啊，苏凡，你这份较真，不知是福是祸。地府各司之间因这一魂而起了波澜。查清楚了吗？那个在西罗县坏了规矩的，到底是谁？回司君爷，是33司的新人，名叫苏凡。苏凡，我是一个鬼腿，竟敢杀了我的好事。据说收了地府里太能干的人，通常活不长。暗处的杀机已经锁定了忙碌的苏凡。既然收了雪花真人的好处，总得把事情办漂亮了。地府里动不了你，到了阳间，我看谁还能护着你。苏凡，好好珍惜你最后的勾魂时光吧。作为19司司君，韩图的权力成了他杀人的利刃，阴谋在黑暗中成型。这便是夜游神君吗？仅仅是石像就如此压迫？司君爷，这石像为何一动不动？嘘，神君可能去黑雾场那儿喝酒了，这是他的神像坐镇。玩忽职守，这是苏凡的第一印象。陆刚，你有何事？神君大人，我手下发现亡魂化为恶鬼，流窜至平安县，特来禀报。哼，这点小事也来烦我。2位巡查使即将现身，领监军命，随勾魂司同僚出阳差。有了2位了，咱们尽快出发。此行麻烦2位，务必拿下那恶鬼。杀气重重，目标平安县。阳间的气息，果然还是这般不安。地府的水太深，这2人似乎并不好交流。巡查者所到之处，万鬼回避。危险正在暗处迷失。司君爷说过，阳间恶鬼强弱不等，2位请小心。有2个游神跟着，不好下手。等他们降服恶鬼离去再说。勾魂司的小鬼，管好你自己。猎人与猎物，身份尚未确定。哼，就在前面。鬼物作乱，气息不弱。这气息，张老九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敢在阳间作乱，今日让你魂飞魄散！恐怖的炼魂之地，好残忍的手段！这是将灵魂封在死人头骨里，滋生怨气。这是炼魂之地，背后定有人指使，别让那主谋跑了！地府秩序崩塌，竟让这种邪术在阳间横行。恶鬼现身！大胆恶鬼，还不快快现形受死！竟然达到了鬼将境界，这背后之人不简单。李川，攻他左路，逼他背后主使现身。迷失本性的灵魂。张老九，短短时间竟然变得比我还强，这炼魂术太恐怖了。若不是司君爷睿智，让我请巡查司，我今日恐怕要栽在这儿。张老九，你背后到底是谁在操纵你的命运？这一战不仅是降妖，更是救赎。任你邪气再重，地府之剑专门克你！杀了我！他在故意拖延，主谋就在附近。阐教弟子即将降临。不好，我的炼魂坑出事了！啊！道友，我有急事，需先行一步。徐宏道友如此慌张，难道韩恩图那边出了差错？高手来了，李川退后。这股气息不是鬼道之人，是修仙者吗？好生霸道的气息！本座乃阐教弟子徐宏，尔等小小鬼差竟敢动本座的鬼宠！阐教弟子拿恶鬼当宠物，阁下的口味倒是不小。阐教，这就是所谓大教风范吗？简直滑天下之大稽！不知此地是阐教道友的道场，打扰了，我们走。有神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那是14条无辜的人命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背景就是一切。哼，游神，鬼差手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阻碍地府办案者按阴律当斩。阴律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现在谁还把阴律当回事儿？若是平心娘娘还在，这3界，谁敢对我地府如此无礼？你们不把阴律当回事，我当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这阴律重新震慑3界。先醒醒吧，我现在还没那个实力，但这一天不远了，我会让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仙人知道地府的规矩。2位，这又是演哪出戏？小鬼，你的命我已经卖给韩思君了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苏凡，认命吧。死局
苏凡如何破之？韩图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。哼，不错，拿了你的宝物，今日我便让他魂飞魄散。二位联手对付我一个新人，倒真是看得起我。这林子里的气息不对劲，总觉得有人盯着我。今日这眼皮跳得厉害，莫非真有变故？出来吧，躲躲藏藏算什么本事？竟然是他，那个阐教弟子。这便是那不知死活的小鬼。两位追了我一路，不知有何指教？苏凡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看来，你也是这位徐大公子的鬼宠了。韩图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。你找死！老子是死君，竟敢如此辱我！好强的力量，这便是鬼将层次吗？既然没直接散架，那便再来一掌。等级压制太大了，必须找机会反击。终于解决这个祸害了。大功告成，不过尔尔。总觉得有些太顺利了。徐公子，以后这等脏活，他怎么可能活过来？后面，韩图，小心后面！现在轮到我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三灾斩鬼将，你跑不掉。我不甘心，竟然死在小鬼手里。鬼神七灾，果然霸道。现在，该清算我们之间的账。功德强化，这便是这种力量的正确用法吗？虽然虚弱，但潜力更大了。这比单纯提升境界更有用。只要有足够的功德，我就能无限变强。接下来，该好好压榨这位大教弟子了。快，只要通知师门，我就有救了。哼！想求援，晚了。我的元神怎么会这么轻易被勾出来？没了肉身，你还剩下什么？说说看，为什么要害我？苏凡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阐教弟子，杀了我你必遭天谴。天谴？在地府我就审是天。回答我的问题。他是个疯子，他真的敢杀我！别勾了，我全说是雪花真人，他为了替弟子报仇，求我出手的。那是他打了小的，引来老的。你们这些修士还真是一脉相承。雪花真人，今日过后，这世上再无此好人物。既然都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上人，雪花真人就在那天贝山上，带我过去，他定会给你满意的报酬。只要见到真人，定有翻盘的机会。报酬，我比较喜欢亲自去取。那请将我的肉身保存好，以后我还要重塑根基。保存肉身，既然想杀我，那就要做好失去一切的准备。恨我、想杀我的人，我通常连尘土都不会给他们留下。我的仙体全完了。你一个大教弟子，不会真以为我会放你回去重塑肉身报复我吧？斩草除根，这是地府教我的第一课。接下来，该会会那个雪花真人了。师父，救我！哭也没用。到了天贝山，我会送你们师徒团聚。阐教的名号，下不到地府的人，阴阳有序，阻我勾魂者，皆杀。快点走，别耽误本差办公。求求你，别打了，我走就是了。阐教弟子的尊严全毁了。阐教弟子，在音律面前，你和路边的孤魂野鬼没区别。到了，徐弘，身为阐教弟子，勾结鬼将劫夺亡魂，阻碍地府办公，你可知罪？按地府音律，藐视神权，应当魂飞魄散。他竟然真的敢执行音律，他疯了！今日便用你的命重塑音律尊严。想要活命，也不是不行。我听说阐教弟子积德行善，身上功德不少吧？功德？我下山降妖除魔，确实有一些。他居然要功德吗？很好，既然有，那就全给我吐出来。这是你唯一的买命钱。别全拿走，求你了。真是美妙的味道，怪不得你们修士拼了命也要积攒功德。我的根基，我一生的修行还不够，远没到他的极限。获取阐教弟子功德中2500点，这只肥羊比我想象的还要富有。2500点，看来你在阐教混得不错啊。告诉我，是不是还有私存？真灵不灭，魂体如金，这种感觉真是强大的让人着迷。徐公子，大教嫡传不应该只有这点底蕴吧？真的没了，
一滴都还有。如果你不肯配合，我就帮你挤出来。别打，我给，我全给。对这种人不能有半分仁慈。我一定要活着回去，一定要让他百倍偿还。才这么点儿，看来你是存心要尝试一下地府的刑具了。真的被榨干了。我是阐教4代弟子，你怎敢如此辱我？这是我的结束吗？阐教弟子，在我的生死簿上，你只是个行走的功德宝箱，哭也算时间。最后一遍，还有没有？我即便散尽真灵，也不会再给你一点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虽然最后出来的东西杂了点儿，但总归是有收获。行了，别装死，我知道你还没散掉。这些功德足够我冲击下个境界了。统计完毕，当前功德总额6502点。6500点，就算杀上灵山也够挥霍一阵子了。这天下还有多少像你这样的肥羊？利息收完了，接下来是本金，最后100点给出来，我保证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。这黑心的恶鬼，100点，老子连真灵都要烧干了！是可杀不可辱，我和你拼了！既然你不愿意珍惜这最后的机会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最后一根稻草压垮，居然被气死了，可惜了那100功德。雪花老儿欠我的命，该还了。阐教弟子我都杀了，一个地仙又算得了什么？雪花真人，地府勾魂人苏凡前来索命。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出事了？啊？难道是寒荼道友来了？这气息定是寒荼道友无疑。寒荼道友，你来了，害我徒儿的那鬼出可被解决了。雪花真人在。寒荼道友放心，承诺给你的宝物自会奉上。这里有一盏破灯和几颗阴牙，都是修炼佳品。不够。寒荼道友，我们当时说的便是这些东西啊。我说不够，将你身上的功德给我。寒荼，你是要反悔吗？若你失信，徐洪道友那边没法交代吧？徐洪，他早已魂飞魄散了。哼，赶紧将功德交出来！你竟想要我的功德？此事我定会转告徐洪。只要功德点充足，这3界大可去的。还有，继续强夺功德，你就不怕业力产生吗？无需你管，将你的本源取出一半，转化成功德。你疯了，那样会出人命的。今日我本是看在报仇的份上才给你功德。你个糟老头子不老实，竟还敢私藏！这等实力，也敢在音律面前嚣张？你不是寒荼，你是谁？我确实不是寒荼，寒荼已被我送走了。你这个恶魔，你会遭报应的！触犯音律者，其罪当诛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燃烧本源，转转取功德赎罪；第二，真灵消散。你选哪个？我选第一种。我的道国全毁了。9000功德，这趟天北山来的值。我已经燃了一半，可以走了吗？看你依然容光焕发，剩下的再拿出一半。不可能，再燃一半，我命危矣！你放过我！不，既然如此，那我送你上路。你答应过放过我的，你这个卑鄙的鬼东西！鬼话你都信？你莫不是修仙修傻了？恶鬼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已经死了，再死能死到哪儿去？下一个便是张老九。苏凡提索下山，直奔平安县。我杀了人，我竟成了害人的恶魔。乡亲们对我那么好，我却吞噬了他们的灵体。怨气如此重，却仍存善心，倒是罕见。张老九，你是鬼差大人，您可算来了。鬼差大人，请惩罚我，带我去地府惩戒。我犯了错，我该死啊！这些事并非他本意，而是被徐洪操控。张老九，这些并非你主观意志所为，你不必如此。跟我回去，我向司君举荐你当下级阴差，日后赎罪。我也能当鬼差？我这般恶鬼也能入地府？能。生前行善者，虽有此劫，亦可救赎。行，我跟您走，只要能赎罪，干什么都行。大人，当差前一定要让我接受磨练啊！你还真是个奇葩。走吧，回地府。西罗县的差事
总算可以交接了。此行功德圆满，苏凡威名初显，功德8500，这下魂体可以再度强化了。若是再来几个血化真人，我怕是能直接跨入鬼将层次。实力才是在这地府中立足的根本。是时候去提交张老九的推荐了。这就是你带回来的人，且让我照照他的生前功过。小老儿一生没干过坏事，唯有死后糊涂。司军爷，我请求入惩恶司接受磨练，不受罚我心里不安。地府这么多年，头一次见求着受罚的鬼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执意要求按律受刑，那便依你。我写一份移交文书，你且带去受审。3月匆匆，苏凡每日勤恳，进化点已达468，消耗100进化点，提升幽冥精致精通，力量又增强了。苏凡，你加入我33司已有段时日了。司军爷，不知转换卑职有何事？你是我招进来的，这些时日你的表现，本司都看在眼中，很不错。多谢司军爷夸奖，卑职还需努力。还需努力？可不敢了，我手下那些鬼差快被你卷得撂挑子了。苏凡啊，你很有才能，在这当个普通鬼差确实委屈你了。能为33司效力是卑职的荣幸。好了，19司司军之位空缺3个月了，我已经举荐了你，随我去见长司。主司，若能主一司，拘魂再无桎梏，进化点必能暴增。我们要去的是丰都核心的主殿，那是黑白无长2位神君李氏的居所。2位神君已是太乙金仙顶峰，不仅法力盖世，更在地府有尊位加身，务必谨言慎行。卑职长得，定不辱司军爷所托。卑职陆刚见过2位神君爷。谢必案范无忧，地府10大阴帅，10大阴帅实力深不可测。陆刚，他便是你说的苏凡。回神君爷，正是。苏凡入司虽短，但勾魂1丝不够，从未漏过一魂，有能力担当19司司军。入职不久便能得到陆刚如此推崇，确实少见。苏凡，倘若你勾魂之时遇到有洋人阻拦，当如何？阻碍地府勾魂者，按阴律当斩。不错，如今将阴律当回事的鬼差不多了。我勾魂司正需要你这种狠人，希望你维持初心，将我勾魂司不漏一魂的精神发扬光大。卑职一定认真勾魂，不督促2位神君爷厚爱。说得好，本君等着那一天。退下吧。有了这司军令牌，苏凡的地府生涯翻开了新的篇章。苏凡，你刚去19司任职，带几个心腹过去，办事也方便。还请司军爷将陈康、罗青还有张老九给我吧。好，他们跟你熟。苏凡，今后私下叫我一声陆老哥就行，别生分了。19司，我来了。这就是19司，简直是一群散兵游勇。诸位，我叫苏凡，日后便是这19司的司军。从今天起，这里的规矩由我来定。新任司军到了，我等见过司军爷。妈的，累死老子了！赶紧登记，老子要去鬼乐子逛逛。老六，你眼抽筋了，新任司军到了。完了，撞枪口上了。见过司军爷。进化点加0.01，手下勾魂可得奖励。什么？手下人干活我也能拿点数？这简直躺赢啊！登记吧，得看看这帮家伙到底有多懒。杨宽，你今日勾了几个魂了？这就急着要去潇洒？启禀司军爷，已经整整1个亡魂了。1个？大发叫花子吗？完了，这位新官火气好大。司军爷，您是觉得我新来好糊弄？杨宽，19司每日勾魂限量可是5位，你们平时是怎么出洋差的？司军爷，前任司军定下的规矩，我19司勾魂鬼差是出1次洋差休息1日。出1歇1，你们倒是过得滋润，简直是荒唐！这就是你们摆烂的理由？不行，简直人神共愤！阳间亡魂随时化为恶鬼，你们这等行径就是渎职。从现在开始，每日勾魂6个时辰，每出勤6日休息1天，没有勾满5个扣功德。这不是要了我们的鬼命吗？为了我的进化点，你们得辛苦一下了。司军爷，这工作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鬼也撑不住啊！大吗？张老九、陈康、罗青，
你们3个给他们做个榜样。是。他们能完成，你们就能完成。另外，谁若不想在第7日休息，继续勾魂算加班，本司另有功德奖励。妈的，这货绝对是生意精，生前要是做生意，估计全国都要被他压榨光了。为了功德，拼了！这就是人性，哪怕成了鬼也一样。恨我吧，只要你们干活就行。这司君真不是个东西，简直惨无人道！谁敢放肆，司君一纸文书便能将你送进储生道。哼，怎么还有意见？都散了吧。今晚亥时，我要看到你们在阳间休息。休息是给死人的。哦对，你们已经是死人了，那就继续工作吧。坐在家里喝酒听曲，就有小鬼帮我赚点数，真香啊！卷王的世界你们不懂。苏凡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，够东西，早晚有一天你会下地狱的。苏凡，你的良心真他娘的是被狗吃了，生前肯定也是个杂碎。嘘，都小声点，要是被司君爷听到，得给我们穿多少小鞋？忍吧，谁让人家是司君呢？唉，像我们这种底层鬼差，真是没一点鬼权，被剥削了都没处申冤，不干能咋整？我墓穴里还有2个鬼娃等着养呢，我得让我的娃好好读书，以后考个审判司的判官，别跟老子一样拼命。司君爷定下的规矩，咱们只能熬着。司君爷，卑职带您去看您的行宫，您以后不用住小坟头了。这些鬼女是干什么的？这就是司君的待遇，简直是腐败啊！这才是真正的鬼生享受。大多司君都好面子，不愿去那风月场，便让他们上门作乐。司君爷若是想……呸！本司岂是那等荒淫之人？虽然荒唐，但确实挺好看的。哼，先看看韩图留下了多少家底。妾身见过司君爷。妾身？袁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司君爷，这几位都是上一任司韩图的小妾，现在都归您继承了。杀了他，占了他的房，升了他的官，现在还要睡他的女人，我这妥妥的大反派剧本啊！你下去吧。是，司君爷。新主人看起来不太好惹。你们都叫什么名字？回司君爷，我叫春兰，他们是夏菊、秋竹、冬梅。挺好的，回屋吧。这里是韩图司君珍藏宝物的地方，司君爷看上什么尽管取用。司君爷，这里是就寝作乐的寝宫，您可要先用膳。这韩图真娘的会玩，地府公务员的生活这么自管吗？成为司君后，连吃的东西也不同凡响，谁还去吃那些黑泥巴？司君爷请用膳，这是刚送来的千年灵兽肉。这生活，要是被手下那些加班的鬼差知道，非气疯不可。强者为尊，韩图之所以死，就是因为不够强，我不能沉溺于此。够了，你们收拾下东西，墓里的宝物随便带几件，各回各家吧。他们原本以为找到了依靠，却没想到新主人如此决绝。司君爷，您竟如此无情，我哪里还有家呀？家人早被韩图送入轮回了，求司君爷别赶我们走，离开此地，我们只能沦为那些游荡的野鬼。韩图那杂碎，竟然把他们的家人全杀了。我虽要求严苛，但也不是冷血之辈，赶他们走，确实是断了他们的生路。只要能留下，我们绝不烦扰司君爷，哪怕只是在角落里也好。卷王苏凡终究还是保留了一丝作为人的情感。这样吧，这行宫很大，划出一片区域给你们活动，但若未得允许进入我的禁区，绝不轻扰。多谢司君爷慈悲，妾身一定遵命。既然安定下来了，那就继续回去整顿那些偷懒的鬼差。红儿，你的魂灯竟真的灭了，截教一枚，阐教大刑，谁敢在此刻动我门人？广成子师尊最是护短，我曹县的血迹绝不能不明不白的陨落。无论是谁，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我也要你寨场尽血付。既然是天仙修为，陨落前定有因果缠绕，到底是谁竟然遮顶了天机，连我的推演之术都无法洞察？红儿，你为了能听圣人讲道苦修至今，为父恨了。既然推演不出，那便一处处找，燕地、东胜、神州，我都要翻过来。红儿，等我。这种阴冷的气息，是勾魂所的残片。地府那些只会躲在阴暗里的鼠辈，竟敢加害圣人门徒。红儿的真灵竟然没有回归轮回，地府那帮差员定是做了手脚。不管是哪位神君，若不交出真凶，我立血洗你的私殿。地府，我曹县来了！
青阳土地，滚出来见我！上仙息怒，这位仙人，小神有些印象。说，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？和谁在一起？3个月前，他从东胜神州方向去了，好像在追逐一个地府的鬼差，之后就再没回来。地府鬼差，果然是你！圣人门徒的尊严不容地府践踏，遮掩天机又如何？只要查出那个鬼差的身份，我会让你求死不得。传我号令，查遍西罗县3个月前所有出差的鬼差名单。我要每种等被人瞪眼，衣服等着承受阐教的怒火吧。因果已定，煞劫将起。鬼将之境，这感觉果然非鬼煞不比。这种日子确实容易让人沉沦啊。不过实力才是根本，只要勾魂不停，圣人之位也未尝不可。司君爷，今日新任，不如奴家姐妹为您舞上一曲。准了。让本司君看看你们的才艺。出的阳差少，回的亡魂缺。你们是地府的差人，还是阳间的闲人？每日5个魂，还要连干6日啊！谁若完不成，便自领去惩恶司受刑。我19司需要混吃等死的废物。第7日若愿意加班，功德翻倍。现在全给本司君滚去阳间干活！卷起来，我的进化点才能长得快。 19司司君苏凡，无常神君有令，此魂非你不可。仙人生死簿居然要勾仙人的魂，犀牛那可是佛门的地盘，看来这趟差不简单。久闻佛门霸道，本司君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拦我的勾魂锁。陈康、罗青，随我点齐兵将，走鬼门关。苏老弟，你刚当上叔君，无常爷怎么就给你派这种苦差事？犀牛贺州那些秃驴最是看重救世人的魂魄，那堪被这么定上，你这锁套怕是那么容易收？陆大哥，地府音律在先，佛门教义在后，规矩既然敢拦，我便连他一起勾了。你呀你，真是不天高地万寿小心，若真遇到佛门罗汉，莫要硬拼。陆老哥，等我回来喝酒。这一路上的因果真是沉重的让人窒息，前路漫漫，唯有勾魂方能正道。哼，规矩见是规矩，生时作恶，死后亦不得安生。犀牛贺州，我苏凡来了，勾魂司命，3界无处不通。恭送司君出关。这就是佛门弟弟吗？这祥和之下又藏了多少算计？既然是地府办差，这阳间的光也得给我上路。何坚，本司君来接你上路了。勾魂司办差，仙人退避。修道1700年，终究是敌不过这生死簿上的一划。仙人又如何？若不能得到永生，不过也是这天地间的一粒尘埃。地府的差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吧？只希望来的是个讲规矩的，最后复归于地，等候多时了。这些和尚好生霸道，竟想强行度化我的真灵。我为何坚，死亦为道门之魂，绝不入你极乐土。3个月前那高僧留下的经文，居然是此等祸根。破！地府，快来吧！地府19司司君苏凡，奉命带你归位。司君爷大驾光临，贫道感激不尽，还请速速行事，莫要让那些和尚抢了先。生死有命，入我地府者，佛也留不住。何坚，元神离体，命数已尽，魂归幽冥。这佛光竟如此粘稠，要将我的灵台彻底淹没吗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何坚，随我等去吧。不，我不要去，司君爷救我！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想在我面前抢人，区佛种。也敢在19位司君面前放肆，给我散！何坚，守住本心，你的命地府管了。好高明的度化之术，可惜遇到的是我。地府办差，神佛毕业，这篇经文我也给你拔了。破！不过是些执念所化的文字，也想翻天？多谢司君爷再造之恩，贫道无以为报。无需多言，任务使然。外面那2个秃驴已经等齐了，随我出去领教一番。进化点，我看到了大把的进化点在招手，好戏开场了。佛光普照。9世善人归位之时已到。那河间大仙到了，法武，你去将他引而来吧。师尊说此人入我佛门乃是大功德，弟子领命。佛门姻缘不可错过。法治，当日我就说直接带走，你偏要等他一心向佛，白白浪费时日。这河间道心坚定，无法感化，看来唯有用强了。那就交给我吧，佛门容不得他拒绝。此行愿一切顺利。大胆小鬼，我佛门之人你也敢勾？佛门之人，他又不是光头，为什么是你佛门之人？竟敢对我佛门无礼，本座看你是不想回归地府了。佛地争端一触即发，佛慈悲，今日弟子便要除魔卫道了。你在此地等我，待我收拾了这秃驴，带你回地府。阻碍勾魂者，按律当斩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地府鬼差的傲骨不容亵渎。即便面对金仙境界的罗汉，苏凡亦敢一战。这小鬼的魂体竟如此强横，这秃驴肉身倒是硬得像块铁。近战不利，那便攻其元神。勾魂锁针对灵魂，法武只觉识海猛地一沉。小鬼竟敢动用这种下作手段！肉身强又如何？元神才是你的命门，胜负只在瞬息之间。
鬼神三灾，瞬杀金仙元神。这不可能！阻挡勾魂者，这就是下场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佛门的报复很快就到。法武，你怎么了？法武，你醒醒啊！地府阴灵竟敢在我犀牛贺州如此张狂！佛门罗汉陨落，天地同悲。元神湮灭了，好狠的手段！勾魂鬼差，你敢杀我佛门弟子，定叫你神魂俱灭！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追兵已至，危在旦夕。师尊，法武死了，元神寂灭，那小鬼正逃往鬼门关。大胆，跟着他！为师立刻派怒目金刚将其拿下问罪。你逃不掉的！生死时速，一触即发。佛门大部队已至，几十位金仙境界的压迫感让虚空都在颤抖。只要进关，就有救了。大胆小鬼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最后的100米是生与死的距离。何坚，鬼差大人，您放手吧！杀了佛门罗汉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的名字在生死簿上，便是我地府要钩之人。今天你必须跟我走。这一刻，他在与整个犀牛霍州为敌，入关了。敢杀我佛门罗汉，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你也逃不掉。尊者，那小鬼进去了，接下来该如何？下地府，将那小鬼揪出来。佛地冲突即将升级为阴阳两界的全面对抗。这小鬼竟然这么快的速度！既然他已经进入鬼门关，那我等便下一趟地府将他揪出来。敢杀我佛门罗汉，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你也逃不掉。浓郁佛光照亮虚空，众多勾魂小鬼哀鸣退避。给我开！随着这股波动降临，一张巨大的鬼脸在鬼门关之巅显化而出。鬼脸冷漠，阴气磅礴，四方虚空都不稳了。这气息，难道是鬼地？鬼门关禁地，岂是尔等想进便能进的？鬼地，你要拦我等？如今佛门大兴，纵是地府鬼地，伏魔罗汉也不太当回事。地府重地，活人免进，退回去。绝不能让他带走何坚。地府小鬼斩我佛门罗汉，我等要进入地府将他擒下。你当真要阻拦？进去也行，脱下肉身，元神便可进入。大胆，竟敢如此戏弄我等！鬼脸闭目，漂浮关颠，蔑视之意尽显。我伏魔今日便要讨教一二。滚！一声轻喝，滔天力量涌动，佛门众僧惨叫横飞。众罗汉皆呕出红痕，倒地不起。仅仅一声大喝，我竟然连还手余地都没有。准胜，竟然是准胜！若不是对方没想下杀手，我等已然神魂俱灭，这仇必报。伏魔罗汉脸色阴沉，知道鬼门关今日是进不去了。禀告地藏王菩萨，让他在地府调查此事，将那鬼差弄进地狱抹杀。伏魔罗汉最后望了一眼鬼门关，满心不甘地转身离去。佛门不入地府，此规不可破。鬼地为我，地府鬼差欢庆复苏，鬼帝一喝退佛门，重塑威严。文和做得好，这些秃驴确实过分了。我兄弟几人蛰伏太久，他们已忘了地府威严，秩序当重回地府。刚才那是鬼地吗？地府竟然还有这等强者！只要守音律，地府便是最强的。莫要多问，随我去复命。苏凡，你回来了，那何坚可曾带到？禀神君，何坚在此。苏凡成功勾回何坚亡魂，范无阶眼中闪过异色。勾回来了。何坚洞府在犀牛贺州，这一路想必并不太平。启禀神君，亡魂在此，虽有阻挠，但并未耽误公事。这鬼差当真不一样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居然处死了一位佛门罗汉！没错，那罗汉公然阻地府勾魂公务，依音律，罪当处斩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佛门势大，你这是在引火烧身。地府律法森严，威严不容挑衅，纵是佛门，也绝无例外。启禀神君爷，佛门确实派人来追我了，足足几十位金身罗汉。修为最弱的也是金仙境界。怎么？难道韩道还想与几十位金身罗汉战一场？苏凡，你杀的佛门弟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就是一个和尚。神君爷，那几十位罗汉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小人。佛门已经无数次想要将我的元神接引到灵山了，此次这位鬼爷将我的魂勾走，恐怕彻底激怒了他们。九世善人，功德滔天，怪不得佛门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原来你是九世善人。
那几十位罗汉现在到哪儿了？崔府君地府第一判官，其地位仅次于十殿阎王。苏凡静静立于殿中，不敢出言惊扰。今日的审判文书还没批完，什么事？崔府君，在下勾魂司19的司君，今日勾了一位九世善人，黑神君让我将他给您送过来。果然是九世善人，这等功德力量，压都压不住。不对，这元神里还有别的东西。佛门经文，你是佛门中人？并不是，只是在我世之时，有佛门之人强行在我元神之上留下佛种，想要渡我入佛门。原来如此，佛门之人竟还如此不要脸！没了，那股讨厌的佛性竟然没了。何坚，烙印已除，我审判司正确判官，你可愿留下来辅佐本府君？小人愿意。苏凡，回去转告黑老八，说我老崔欠他一个人情。终于办妥了。地府在3界竟如此卑微，连散修都敢叫嚣。只有变强，才能重塑地府秩序。再快一点，功德和进化点还不够。若能当上神君，效率将100倍提升。不必害怕，司君也很懂得疼人。你若能得他青睐，可是造化。这阴曹地府竟如此凄凉可怕。司君爷，你在家吗？卑职罗青求见。这次带的货色，司君爷定会喜欢。罗青这老小子，平时懒散，今日怎么突然来了？罗青，何事？进来吧。司君爷，您看背歹给您带了谁？这可是阳间难寻的绝色。他又在搞什么名堂？司君爷，她可是个身世坎坷的女子啊！您不是最怜香惜玉吗？谁告诉你我好这口的？本司君一心修炼，岂容你胡言？司君爷，当年入地府时罪孽竟显化的事儿，卑职可没忘。您这眼光可是地府公认的好。这狗东西真是不干正事。司君爷，您看这身段，我看过她的生平，大婚当日遭逢意外，实则是位纯净女子，而且有您那4位侍女调教，定能别有一番风味。世人皆言未经人事好，岂知阅历深者才是宝。行了，别再多言，人留下，你走吧。多谢司君爷，日后若再有此类人才，卑职定不私藏。不必了，大丈夫岂能被女色误事？你今后住在此地，禁区不得擅入。奴婢明白，见过司君爷，定不负您的教诲。夏菊，来我寝宫一趟。夏菊，带他回去，熟悉一下这里的规矩。是司君爷，这位妹妹倒是生的标致。她叫文姬，带走吧，莫要吵到我休息。这位姐姐看起来似乎很好相处。文姬妹妹，司君爷平时不管琐事，只要守好规矩，她最是护短。多谢姐姐指点，文姬一定小心伺候，不让司君爷烦心。那佛门罗汉的肉身确实强横，我得加倍凝练魂体，再配合此术，近身之下必能爆发奇效。这段时间手下人干得不错，进化点积攒了不少，9000功德。今日与那罗汉一战，恢复魂体倒是消耗了不少。1月千金俸禄，只要苟住，大罗新天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地府终有一天要由我说了算。地府底层镇压着3界最恐怖的大凶之灵。地藏，你困不住我们。这里亦是佛门伸向地府的触角。启禀菩萨，有地府小鬼作乱阳间，害我罗汉魂飞魄散。阿弥陀佛，罗汉为普度众生而行，断不能让其寒了心。想报仇就直说，装什么慈悲？玄犊，去将那小鬼带来。地狱深处，地藏王的意志，皆是最高法旨。菩萨放心，佛门在地府，谁也挡不住。去吧，查明真相。菩萨，查到了，是勾魂司新晋司君苏凡。新晋鬼差，竟有此等胆识，能在阳间逆斩罗汉。那黑武场出了名的护短，弟子求菩萨亲书手谕。气死我了！苏凡在阳间斩杀罗汉的消息，到底是谁传到地藏耳中的？八弟，冷静。苏凡行事锋芒太盛，早就得罪了不少同僚，有人暗中使大子也不奇怪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若是让我抓到谁敢通敌，定要让他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逃生。苏凡行事过于激进，坏了规矩，那些安于现状的司君自然容不下他。佛门不过是他们借来打压的幌子。他们敢，所以是我勾魂司最有钱的一切。要子老子就让地藏把他带走。地藏若亲自来要人，你我保得住吗？地府示威，10殿的阎王也不敢轻易与佛门抗衡。保不住也要保，我勾魂司的人轮不到他佛门来处置。黑白无常，地藏王菩萨有旨，宣苏凡前往地狱受审。哟，
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地藏身边的一条狗。怎么，地狱的经念完了，跑我勾魂司来撒野？放肆！地藏王菩萨法旨在此，如菩萨亲临，你们安敢无礼？玄苦和尚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勾魂司不欢迎你。哼，玄苦，你在此胡言乱语。我勾魂司鬼差是你想带走便能带走的。这就是地藏写的，字儿写的真丑，还没老子用脚画的好看。八弟，给我瞧瞧，我也一直仰慕菩萨比比，你可别一个人独吞了。你们简直无法无天，那是菩萨意志，快放手！哎呀，坏了，七哥，你看你手劲儿怎么这么大，把菩萨的法旨都抢烂了。八弟，这怎么能怪我？是你非要跟我抢。玄苦大师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刚才没看清楚，这文书质量太差了。撕烂了！你们竟敢撕烂菩萨的法旨，地府要造反吗？菩萨救我！这二鬼放肆无礼，请菩萨惩戒。哎呀，这大殿阴气太重，感冒了。这一记喷嚏吹散的不仅是意志，更是佛门在地府的脸面。大胆玄苦，你刚才是不是骂脏话了？你破戒了，你把你们佛门的脸都丢尽了！我要去菩萨面前告你！佛祖恕罪，弟子无意犯戒。你们这两个老阴鬼，咱们走着瞧！在这勾魂司，还轮不到秃驴说了算。笑归笑，地藏怕是要亲自动手了。地藏王菩萨，弟子无能，没能带回那苏凡。黑白无常两名幽冥使者着实可恶，不但撕毁文书，还冲散了您的意志法旨。看来我该出去走走了。老和尚，那个苏凡说不定又要弄死你几个手下。哈哈。看来这佛门地藏是铁了心的要拿下苏凡了，竟然亲自写下法旨，是有点不妙啊！来人，见过八爷，立刻去陵墓空知苏凡，让他最近这段时间待在地府，不要再出洋差了。八弟，这样只能保得了他一时，并不能保他一世。地藏盯着我，看来这次是两位神君帮我挡住了危机。如果被抓进地狱，我恐怕就没机会出来了。干脆就歇几日，反正有手下勾魂，进化点也能一直增加。等我实力碾压，地藏又算得了什么？200个鬼差，一天50进化点，到准圣就要300年。300年，那都是一个朝代的兴衰了。我等不了，老子有不死之身，怕什么？我必须要重塑地府秩序。若我能成为地府之主，100日便可成圣。3界谁敢小瞧地府？管他大罗准圣，寿命尽了统统勾回来，让那些躺平的都动起来，卷！给我使劲卷！苏凡深知，唯有绝对的力量才能在这3界立足。这几日过得倒也舒坦，你们辛苦。四君爷又要去忙了吗？奴婢们舍不得您呢。过完今晚，本司君就要去勾魂了，该干正事了。佛门，准备好迎接这一卷了吗？地藏王菩萨直接去勾魂司吗？苏凡最近在干什么？没有再犯什么事吧？这混蛋倒是过得舒服，害老子白为他担心了。启禀大人，地藏，这秃驴真的来了。七哥，他亲自出马，我们恐怕保不住苏凡了。地藏菩萨，今日怎有兴趣来我勾魂司了？二位神君，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。不过听说勾魂司一位鬼差化身恶鬼，在阳间行凶，我佛门一位罗汉除魔未到，便上前阻拦，最后被斩杀了。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我佛门弟子又怎么可能会说谎呢？地藏菩萨，此事稍后再议。好久没来我勾魂科，坐下叙叙旧如何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饮酒。地藏微微一笑，身后的玄苦脸色阴沉，这两个老阴鬼绝对是故意的。无妨，在这地府，佛祖看不到的。地藏王菩萨，这些鬼女如何？喜不喜欢？既然菩萨不嫌弃，今晚就留下如何？我安排这些鬼女单独为您弹唱助兴，保管比西方极乐更有趣。黑白无常，你们欺人太甚，菩萨败坏我佛门清誉。哎呀，玄苦护法，你也别急，八爷也为你准备了几个年轻貌美的，看你寂寞了几百年，今日给你开开荤。放肆！你这黑无常，这些阴司鬼众，没有一个是好人。玄苦，不得无礼。地藏王菩萨，弟子知错。地藏王为了地府坐镇地狱，你们竟然如此羞辱！秦广王送女人，你们也送，当真是不怕佛门之怒。今日我不仅是来叙旧，
更是要带走那个叫苏凡的司君。不可能，苏一是我勾魂司的人，除了地府法度，谁也带不走他。勾魂司司君苏凡残忍害我罗汉，贫僧要带他回地狱，亲自审问。地藏，这可是勾魂司，由不得你放肆。带回地狱审问，你那地狱深处的煞气，苏凡进去了还能有生机吗？涤荡罪孽，自当历经磨难，要么脱胎换骨正道，要么魂飞魄散湮灭，全凭他自身造化。这就是实力洪州，可恶！地府竟要卑微到如此地步。他不是恶鬼，他是奉我地府音律在办案，是那和尚阻挠在先。斩杀正义之士者便是恶，他之前或许不是，但那一剑落下，他便是魔。够了，地藏，你若执意拿人，便带他走吧。但若是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地府与佛门不死不休。徒僧人，别落在老子手里，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八弟，你说咱们地府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站起来？快了，等娘娘回归，咱们定要这三界看看地府的威风。厉鬼苏凡，速速出来，随我等入地狱面见地藏王菩萨。有人借佛门之手镇压苏凡，这才将消息传遍了。司君爷怎么了？竟惹来了地藏王？还不出来受缚！司君爷怎么了？他们竟然说司君爷是厉鬼，太过分了！一定是这些假仁假义的和尚胡说，我们要去看看。别慌，先出去看看。司君爷不在，该怎么办？妈的，苏凡的夜叉姬怎么这么漂亮，简直索然无味！阿弥陀佛，几位施主，我等奉命带走厉鬼苏凡，还请不要阻拦。司君爷不是厉鬼，你们这些满口仁义的大和尚才是恶鬼。施主莫要乱说。走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。爸，苏凡不在里面。厉鬼苏凡去了哪里？说。不知道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。放肆狂徒，无法无天！我没说让你们带人，竟敢擅抓阴界魂灵！早就看你们这些带肉身的洋人不顺眼，阴间地府也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。神君爷，见过神君爷！滚回去告诉地藏，再敢对我地府其他阴灵出手，老子定要打进地狱，大不了开战！走，快走！苏凡到底去了哪里？回神君爷，司君爷去阳间勾魂了。这苏凡怎么这么积极？去阳间也好，能避避风头。徐栋，你走一趟阳间，找到苏凡，让他多加小心，暂时不要回地府。记住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他都是我们的同僚。都不要哭了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？老道今年700多岁，早已够本，只是这命格有缺，终究难逃此劫。师尊，你定能再破极限的。命该如此吗？小时候算命的说我活不过15，后来我说命由我，却不知终究在谁的鼓掌之中。如今天境寿元几万载，我却只能活着区区700年，可悲可叹。你们努力修道，不要像我这样。施主何必妄自菲薄？佛门不请自来，还请诸位施主见谅。佛门徒，僧人，我师尊大限将至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贫僧是来救人的，诸位施主不必紧张。是你？你就是那个算命先生？你竟然没死，还成了佛门中人？贫僧等了你700年，当年便观你非凡，想引你入佛，没想到你屡破极限。你在我小时候就盯上我了？那是你的荣幸，因为你气运太强，若带肉身入佛门会反吸气运，所以我减了你的寿元，让你灵魂入我佛门。你们这群卑鄙小人，竟为了这种理由害我一生！这是成佛的必经之路，随老僧走吧。菩萨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我不信你能更改寿命，这天地难道没有公理了吗？有何不可？地藏王菩萨镇守地府，十殿阎罗也要给面子，改你寿元如探囊取物。原来这就是地府，这就是天道。我辈修道者，竟连生死都由不得自己。今日之后再无忘忧观，没有自由，何谈忘忧？若有地府鬼差来接我转世，绝不再修仙，做个凡人也好。放下执念，永登极乐，这是你逃不掉的命。活人为阳，死人归。地府办案，众神必退。哪来的阴间小鬼，敢坏佛门好事？鬼差，真的是地府鬼差。你的命，地府收了。天哪，周围怎么变冷了？这难道是冥界降临？忘忧道人，你阳寿已尽，
本差带你上路。佛门接引行者在此，阴间小鬼不得放肆！哼，滚开！不久前刚斩了个罗汉，没想到这么快又遇到拦路的僧人。大胆！你可知道贫僧是谁？你竟敢如此无礼！你莫不是如来？不是就闭嘴！你竟敢直呼佛祖名位，大逆不道！那是你的佛祖，又不是我的佛祖。喊名字怎么了？赶紧滚！此乃佛门看重之人，苦等700年，断不会让你勾走。佛门是没人了吗？总抢道门寿命尽了的人，那就再等700年吧。小鬼找死，坏我佛门好事！阻碍地府办案，按阴律当斩。不知好歹，阴律不可儿戏，犯了就是犯了，当斩。这狠人，要是这次能度过劫难，以后绝不能得罪。徐思君，你有何事？那个恶鬼竟然又出来行凶了！哪里走！触犯阴律，还想畏罪潜逃？苏凡，虽然你卷得我们都喘不过气，但不得不说，你这事儿干得真叫霸气。老子实力不济，要是有那本事，也想砍几个秃鱼泄愤，实在是被那佛门地藏压得太憋屈了。苏凡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完了！不，求求你放了我魂，我不要了。苏凡，赶快回来，事关重大，别管那个屠僧了。等我灭了他再过去。地藏菩萨！我的金身！你到底是谁？地府怎敢如此无礼？你难道就是那个斩了金身罗汉的苏凡？正是本差。苏凡，你疯了！他又杀了一个罗汉，这地府是要变天了吗？徐思君，你有何事？苏思君，八爷让我来通知你一声，近期最好不要回地府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在想着勾魂？无妨，你只管回地府。若有佛门之人胆敢夺魂，我会按阴律处置。卷王就是卷王，不服不行。在这危急时刻，苏凡依然坚持执行勾魂之职。徐思君一路护送，如今已经到了鬼门关了，你自己离去吧。苏思君，勾魂品质在下佩服，若日后有什么吩咐，徐栋定然鼎力相助。那多谢了。希望徐思君送回亡魂后，前往西方鬼门关外等我，帮我把魂送回地府。我怎么就顺坡下驴答应了？徐思君，你要知道，我恐怕已经是将死之鬼，只想趁这段时间多勾一点魂。苏凡个老阴鬼，这是讹上我了，竟然还威胁我！要是你不帮，我也没几天活头了。临死找个垫背的陪我去见地藏，轮回路上也不寂寞。徐栋被苏凡这番话惊得几乎吐血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苏思君，你这说的是哪里话？我去就是了。但你为什么非要选在西方鬼门关啊？地藏那秃驴在阴间找我麻烦，难道还不能让我去犀牛贺州找佛门的麻烦吗？什么？你要去犀牛贺州勾魂？不能，那里死后都要入佛门，魂归极乐的。魂归极乐入佛门，那地府生死簿之上可还有他们的名字？无妨，你尽管来接应我便是。我接应你个鬼！老子还没活够呢，不想跟你一块疯。回去我就找小妾快活，这事谁爱去谁去。徐栋虽然嘴上咒骂，却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场博弈。徐栋，我让你去阳间寻找苏凡，你怎么去勾魂了？八爷，并不是，这些魂是苏凡勾的。这小子还有心情勾魂？难道地藏没堵住他？司君爷，那苏凡在阳间又斩了一位佛门罗汉。你说什么？他又斩了一位佛门罗汉？苏凡这小子到底要干什么？杀一个就保不住他了，他还杀第二个，他疯了不成？我接下来的话要是说了，八爷不得把我皮包了？他现在去哪儿了？八爷，他去犀牛惠州执行任务了，说是要给那边势力一个颜色看看。给那边势力点颜色看看？苏凡真是太冲动了，你也不看看现在的局势。这等胆魄，秘境几千年也就这一个了。徐栋，你立刻前往西方关卡接应苏凡，他只要一日没被控制，你就一日守在那里。八爷，卑职近日突生旧疾，时常胸闷，恐怕难胜大任。既然难缠，那你领一份轮回文书去投胎吧。喝了孟婆汤，保你什么病都好了。八爷，我突然胸也不闷了，头也不疼了，卑职定当完成任务。苏凡老阴鬼，你真是要把我们都卷死啊！众生皆苦，度化即是慈悲。地藏王菩萨，弟子刚刚得到消息，那恶鬼苏凡又在阳间行凶了，再次斩杀我佛门一位劫引行者。他既然敢屡屡对我佛门出手，想来便是想要报复我佛门。
俗话生下黑，我们越想找他，他便越会往我佛门圣地里钻。犀牛贺州，想必他定然是去了犀牛贺州。苏凡，地藏王菩萨微微一笑，有意思，此子确实神秘，不知道黑无常、白无常他们有没有发现此子的不凡？弟子明白。寒香寺方丈绝明，寿元已尽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天仙巅峰，又是一个妄想成佛的秃驴。不管是谁，只要名字在簿子上，就得归地府管。修行一事，今日便该圆满。诸位弟子好生修行，我佛慈悲，定能普度众生。西方极乐，我来了。灵山接引行者为何还不出现？接引行者来了！接引行者来了！不，这气息不对。佛门想截留的魂，我照样够。觉明，你阳寿已尽，我来带你上路。地府鬼差？怎么可能？我是佛门预定之人。放手！你这是坏了规矩。地府的规矩，才是三界的规矩。没用的石头。我不走，我要成佛。成个屁！去地府成鬼吧！这鬼差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竟敢如此狠辣！伏魔罗汉大人到了，那鬼差定然跑不了。这么多人，竟然让一个小鬼在眼皮子底下把魂勾走了，废物！苏凡，新仇旧恨，本座今日一并清算。伏魔罗汉周身佛光缭绕，此时显得有点狂暴。他不敢回地府，定然在鬼门关前游荡，立刻追那恶鬼。他若想把魂送回地府，必然会经过西方鬼门关，本座在那儿等他自投罗网。伏魔罗汉带领众罗汉化作一道流光，消失在天际。一场针对地府卷王的围剿正式拉开序幕。此魂必回地府，谁也拦不住。鬼差爷行个方便啊！我都要成就罗汉告位了，你若是将我弄进地府，我什么都没了。天地运转，轮回不跌，都是命数。若阳寿耗尽不入地府，这世间岂不乱了套了？佛门罗汉也不过是众生之一。鬼差爷，你说的对，但佛门那么多弟子都没有入地府，为什么要我入地府？放心，早晚会下去的。你佛门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善恶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因果有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你整日敲鱼念经，都念到狗身上去了。来得倒快，但人我待定了。罗汉们来了，这鬼差死定了。我乃佛门绝明罗汉，我在这里。徐栋，立刻来鬼门关之外，不管自己能不能走，这勾来的魂必须要送进地府。鬼差爷，你看老衲在佛门还是有些地位的，如今为了老衲佛门，更是派出了罗汉前来追魂。以老衲看，你还是将我的魂放了吧。明路，我斩的都不知道有几位了，你以为你指的是明路？这世间真有如此恶鬼，竟然连罗汉都杀过。苏凡小鬼，速停下受俘！哼，地府办案，谁敢阻挡？哎呦，他娘的，疼死老衲了！阿弥陀佛，佛祖恕罪。他已金仙，今日恐怕难以全身而退了。放心，就算我走不了，拼死要掩护你走。我不走，谁让你拼死掩护我了？我他娘的不走！小鬼，上次让你逃了，没想到你竟然不知悔改，跑来犀牛哈州勾我佛门准罗汉的魂，当真是十恶不赦。这些大和尚话真多。地府音律阻挡勾魂者当斩，那些罗汉是自己找死，与我无关。哈哈哈！大胆妄为！地府阎王也不敢说勾我佛门罗汉，你一个小小的鬼差，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井底之蛙罢了。今日本座将你镇压，也算给我佛门一个交代。苏凡，你真是个惹事精啊！到底是哪个东西让你当鬼差的？不但是个卷王，还是个魂王。现在倒好，老子也要搭进去了。先将绝明的魂交出来，或许可以给你来个痛快，要不然恐怕就不是简单的镇压了。来了就好。苏凡，你赶紧把魂交给佛门吧，你不要命了。我若想交出去，还需要你来。你不用管，将这魂带回地府，交给神君爷。佛门伏魔罗汉在此，我如何能够带走？我会拦住他，为你争取时间。无论如何，我地府勾的魂断然不会向佛门屈服，哪怕所有人都感觉我地府没落了，但我等身为地府鬼差，要心存希望。妈的，我被鬼差何惧一死！徐栋很快便怂了，赶紧摇了摇头，他不想陪这疯子一起死。带他走！我不走，我不要下地府！秃驴，别他娘别说了，老子冒死来接你，你还不领情！
老衲不去啊！谁要你们接老衲的？苏凡啊，不是我不讲义气，实在是对方太强了，你可不要怪我。小鬼大胆，在本座面前还敢耍横！完了完了，这下真要交代了！苏凡救我！苏凡快救救我！感受到身后虚空中印下来了的金色大手印，徐栋已经有点双腿发软了。给我挡住！虚空轰鸣，金色大手掌从天而降，压塌虚空。看到这道阴气缭绕的身影，徐栋大喜，利用这个空档便能钻进鬼门关。这就是卷王的品质吗？为了维护音律，命都不要了，值吗？走啊！带上魂走！苏凡，你一定要活下来啊！苏凡，平心母娘保佑，千万别让他消散了呀！真他娘的疼啊！太乙金仙的一掌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掌他接下来还是很吃力的。伏魔罗汉眸光闪了闪，微微意外，对方竟然只是魂体龟裂。这么强大的魂骨，法清，将这恶鬼拿下。是，弟子领命。哼，佛门是不是傻？竟然让手下来送人头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再收几个人头再说。老赵，这鬼差倒是有趣啊，竟然又去犀牛河州勾魂了。确实，这鬼差不一般，连我都看不透他。老赵，要不你再帮帮他？那便再帮他一次吧。如此鬼差实在难得，我也好久没打秃驴玩玩了，看着就来气。一指点出，向着法清眉心点去。鬼神屈哉！小鬼住手！哼，阻我办案，魂飞魄散。放肆！恶鬼大胆！今日必叫你纳命来！2、3个月内，我必破太乙，到时候统统干死。鬼弟，这次我又没硬闯鬼门关，你怎么又出来了？小秃驴，怎么又是你？看来上次的教训不够啊！鬼弟爷，太霸气了！伏魔罗汉刚想开口，只见一道阴气瞬间袭来，直接将他震飞。佛门众罗汉皆神色微变，望着伏魔罗汉飞出的方向，骇然失色。在我地祭撒野，如来老秃头没教过你们规矩吗？2次了，伏魔罗汉在鬼门关前飞了2次了。鬼弟，你不能不讲道理。根据当年3界约定，鬼门之外300以外不属于你地府范围。讲道理？用什么讲道理？拳头吗？哦，还有约定我都忘了。本座确实不能给地府抹黑。老王，帮我扛一下鬼门关。扛鬼门关？他要干什么？所有人皆骇然不已。西方2位鬼帝竟然都现身了！鬼帝爷真是太疯狂了！那滔天鬼影身体巨大，一步间便跨越了300里距离，安放在苏凡身后。小秃驴，这下算是本座的管辖范围了吧？鬼弟，你不能这样！你这是不讲武德，搬鬼文干，你比那恶鬼还无耻！哪那么多废话？佛门秃驴欲在我鬼门关前行凶，今日本座略作惩罚，不服喊如来秃驴来辩。伏魔罗汉撞塌了一座座山岳，终于狠狠地砸在地面上，他半边身子都烂了，大口咳血，萎靡不振，悲愤交加。伏魔罗汉再次咳血，聒噪！小小秃驴也敢在本座面前叫嚣！回去告诉如来老秃驴，今日我西方鬼门关向外延伸300里，待会儿本座将泼猴山也搬过来。苏凡，你一定活不了，本座一定要亲手让你魂灰魄溃！立刻通知地藏王菩萨，苏凡回地府了，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将他弄进地府。太可怕了！那个鬼帝实力强大且脾气暴躁，让罗汉们产生了深深的阴影。地藏终究还是要面对那个老和尚。鬼帝爷，多谢了。别拍马屁，本座也只能做到这步。地藏秃驴已经在黄泉路上等你了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鬼帝爷，我跟你混吧，回地府也是被地藏弄到地狱，哪有跟着您疯疯？唉，若娘娘还在，秃驴何敢如此猖狂？鬼帝爷，你这不是把我往虎口里送吗？本座是为了你好，若是被弄到灵山，你真灵不保；但在地府，他们也未必奈何得了你。唉，本座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命格神秘，连本座都看不透。娘娘，你何时归来？我们已经等了好久了。你是哪来的秃驴？贫僧地藏。闻言，苏凡大惊，这秃驴竟然这么快的速度！阿弥陀佛，苏凡施主，你这段时间屡屡斩我罗汉，犯下滔天罪孽，你可知罪？地藏菩萨，你好生不讲道理！那些罗汉阻我勾魂，按照音律确实当斩。善哉善哉，任何行为都有道理，但不该枉造杀孽。跟我走一趟吧。地藏王果然恐怖，我
我竟然连反抗之力都没有。地藏禁锢苏凡之后，身形一闪便消失在黄泉路之上。新来的，怎么得罪这秃驴的？落到他手里，你可要小心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地狱深处。地藏这老秃驴是越来越不要脸了，金仙修为的小鬼都不放过。若能将这些大凶收入麾下，何惧佛门？苏凡，你罪孽滔天，入我佛门是唯一洗刷的办法，由不得你。秃驴，老子宁死也不做你的傀儡！小鬼，心性坚定点，这老秃驴拿我们当磨刀石，别让他得逞。小鬼有魄力，老夫传你断心术，助你硬刚这秃驴。这秃驴什么时候挡在这儿的？贫僧地藏。竟然是地藏王本尊。苏凡施主，你这段时间屡屡惩戒我佛门罗汉，犯下滔天罪孽，你可知罪？地藏菩萨，你好生不讲道理！那些罗汉阻我勾魂，按照音律确实当成。善哉善哉，任何行为都有它的道理，你不该枉造杀孽。不过我佛门慈悲，你跟贫僧走一趟吧。这股力量根本无法反抗。地藏禁锢苏凡后，消失在黄泉路上，目的地是地狱深处。新来的，怎么得罪这秃驴的？这就是地狱底层吗？这些气息太强了。金仙，才金仙修为就被这老秃驴看上了，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。这些大凶似乎都很恨佛门。苏凡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虽然你杀戮我佛门弟子，但我佛慈悲，我观你头顶佛环，似与我佛有缘。现在放开心神，受我佛光滋养，入我佛门，可保你一命。想让我当魁吗？你可愿意？不愿意。一旦被度化，我就成了没有思想的傀儡。我命由我不由佛，所谓极乐，不过是高级的奴役罢了。你罪孽滔天，这是唯一洗刷你罪孽的办法，由不得你。地藏老秃驴，你佛门还是这般不要脸，看到贤才便想度化，当真是无耻至极。前辈说的是，有头发的岂会怕秃驴？老子就站在这里，地藏秃驴能奈我何？冥顽不灵，当入苦海度化。小鬼有魄力，我黄粱欣赏你。这小鬼不错，我也看好你。你们说这小鬼能坚持多久？我看最多半个时辰。不一定，地藏老秃驴的度化经又有进步了。地狱底层很久没这么热闹了，所有大凶都在等待苏凡的结局。唵嘛呢呗咪吽。滚出我的真灵！我的命，你夺不走！苏凡真灵爆发，强行震散了地藏的度孝符文。地藏老秃驴，你行不行啊？不会用点力吗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此子心性之坚，竟如此罕见。地藏加大力度，是要在一举之间将苏凡度化。这小鬼了不得，竟然在度化光柱里还没反应，了不得！小鬼好生张狂，哈哈，我喜欢。此子若不入我佛门，必成祸患。大兄们被苏凡的意志打动，决定伸出援手。小鬼，这是本座的断心术，赠予你抵挡这秃驴。还有结魂术，我们也传你一招。断心术，结魂术，我悟了。地狱底层彻底乱套了。地藏王发现度化已经不可能成功。